点时间，但总算到目的地了。出去以后就得把身体还给你了，有些舍不得呢。本来还打算趁这个机会对 Bronya 做些有趣的事，不过算了，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好了，闹剧该收场了。希尔，啊，Bronya，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啊，在那个人偶身上浪费太多时间了。来得正好，本来都打算放过你了，但你自己送了上来，那可就怪不得我了。Bronya 姐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那边的敌人已经收拾掉了吗？不愧是姐姐。姐姐，为什么一直盯着希尔看？你不是希尔，至少不是 Bronya 熟悉的那个希尔。真是的，怎么突然说这种话？希尔就是希尔呀。Bronya 见过你，在量子之海里，你曾经出现过。你说你是寄宿在希尔体内的另一个他。唉，原来你记得，我还以为正常人都会当作胡言乱语忘掉呢。Bronya 记得希尔说过的每一句话，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依然是离开支配剧场，对吗？人偶们在朝这里聚集，不希望我们接触到那道空间裂缝，那就是出口。啊？要和我并肩作战吗？上一次见面我们可是敌人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对于希尔信任的人，Bronya 也会予以100%的信任。好吧，那就小心别被误伤了。裂缝张开了，就是现在，抓紧了。掩护基地，我们回到现实了，但是想必博士们今晚睡不了觉了。这儿还有个人偶，就是那个杰瑞什么什么的吧？把这具尸体带回去报告吧。我要走了，后面的事交给你和他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彼此还没有做过正式的自我介绍。啊？自我介绍？这种事你去问希尔不就好了？ Bronya 姐姐的疑问，她不可能不回答。哼，我倒想听听她准备怎么介绍我呢。不，Bronya 更想从你口中知道这些。Bronya 一直知道希尔有自己的秘密，自从知晓了你的存在，过去许多怪事似乎都有了解释。回过头想想，我们还在孤儿院时，希尔就偶尔会有完全不像他的行为，这种事瞒不过 Bronya 的眼睛。比如呢？举例来说，希尔从不挑食，但你只钟情于自己爱吃的食物。那些讨厌的，你会把它们偷偷倒在杏马尔盘子里。啊？希尔口味偏甜，但你喜欢刺激。有好几次，煮汤用的番茄罐头被人换成了辣椒罐头，那也是信最讨厌的东西。另外，希尔最爱读书了，但你一碰书就犯困，还会趴在书上打瞌睡，纸页都被沾湿了。等一下，你脑袋里都记了些什么呀？这些变化体现在举手投足之间，你和希尔的性格习惯完全不同。
甚至连发呆时的小动作都有天壤之别。不如说，这么明显的区别，察觉不到才奇怪吧？那家伙还自以为藏得很好，没有人知道呢。既然希尔想保守这个秘密，那旁人也不应该点破。但布罗尼亚还是想再见你一面，想知道更多你的事。你究竟是谁？我还以为你想问什么呢。如你所见，我是个危险、残忍、毫无同情心和同理心的怪物。我是另一个希尔，寄宿于他体内，因圣痕而产生的第二个他。原理层面是这样。如果你要问哲学上的事，那我也说不清自己是什么。我和他不一样，讨厌思考多余的事，只喜欢蹂躏的感觉。无所谓是敌是友，只要出现在我面前，那就是我的玩具。所以不用感到惊慌，你的希尔还是那个希尔，坏事都是我做的，和他无关。那不是坏事，是你对他的保护。无论是对性的报复，还是量子之海中与蛇的交易，你的出发点都是希尔。他生性不喜欢战斗，所以你代替他战斗，想让他远离危险。你想太多了，我才没有你说的那么善良。他要是死了，我也得陪着一块儿走，所以我才要保护他。我只是遵从自己的本心罢了。还不是因为他身边的人太没用，害他总是那么辛苦，我不得已才帮忙的。你可要好好反思一下。布罗尼亚会的，谢谢你，一直陪在希尔身边。都说了不要谢谢我，对他来说，你才是最重要的人。唉，在我控制身体的时候，希尔会睡去，想必这个时候，他也还在梦中担心你，叫着你的名字吧。那家伙心里有很多话想对你说，有很多事想和你去做，但他总在关键时刻畏畏缩缩，话到嘴边又吞了下去，看了真叫人着急。啊，要不干脆趁现在……算了算了，他肯定会生气的，我替他说出来也很无趣，还是等有朝一日让他亲口告诉你吧。唉，总之，之后也拜托你继续照顾他了。布罗尼亚会的。好了，我可以回去了吗？以后还能再见到你吗？什么意思啊？突然舍不得我了？除了战斗以外，你很少出现，布罗尼亚也没有和你交流的机会。就算想了解你的事，希尔不开口也没有办法。不过，今天布罗尼亚印证了心中的猜想。就算你一直说着故意惹人讨厌的话，做出夸张的举动，想让别人害怕你，远离你，但那也不是你心中真正所想。你是希尔的另一面，你们的本质是一样的。布罗尼亚放心了。唉，是我对这个世界理解有问题，还是那家伙的天真会传染？为什么他身边都是这样的人啊？行吧行吧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谁叫你是希儿最亲爱的姐姐大人呢？最后一个问题，布罗尼亚该怎么称呼你？叫我希儿就好。好像没什么区分度。啊，不可以叫希尔哦，不然你可以猜猜看后果。索性简单一点，需要特制的场合就用黑希尔和白希尔吧。有点奇怪，不过还算可以接受。明白了，不过现在还是沿用普通的叫法吧。再见了，希尔。
下次见面时，再多和布罗尼亚说说你们的故事吧。看到了吗？这是希尔的胜利。